subscribe 了嘛？subscribe 啦，按下去不到2秒钟罢了。顺便开叮咚 bell 吼。Hello everybody， 欢迎收看阿 Sam 的得空煮一下。再过不久呢，就是正月初15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元宵节。所以今天阿 Sam 就要教大家到底怎样摇元宵。元宵呢，就是一个我们在元宵节就一定会吃的一个食物。其实它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汤圆。但是汤圆跟元宵是有很大的分别的，最大的分别就是汤圆是搓出来的，元宵是摇出来的。所以到底要怎样摇元宵呢？等一下阿 Sam 就会教你们怎样摇元宵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红豆馅的元宵，所以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红豆馅、糯米粉、清水，还有这个筛子。筛子尽量选这些洞比较大的。首先将这个红豆馅料搓成球状，这个红豆馅搓得越圆越好，这样等下摇的时候糯米粉才能够均匀的裹上。搓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力道，太大力的话这个馅料就会散了，所以一切都要温柔。接下来就是好玩的部分了，我们就要开始摇元宵。前面几次我不会马上开始摇它们，我会先温柔的在它们外表裹上糯米粉，接着把这个馅料筛出来过水。过水的方法就是下水3次，1、2、3，最后再丢回那个糯米粉，继续温柔的对待它。好了，温柔斯文够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摇咯。摇元宵要注意一点，要摇得快，这样元宵就不会粘在一起。之后就重复摇，一直摇，接着摇，直到这个元宵的 size 大到你满意的 size 为止，就可以捞出来摆在一旁待用啦。趁着这个摇元宵的时间，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元宵节的传说和历史吧。在汉武帝的时代，有一名叫做元宵的宫女，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人，但是因为长居宫中，不能与家人见面，就日日夜夜以泪洗脸。有一个大臣叫做东方朔，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姑娘。东方朔告诉汉武帝，玉帝吩咐火神在正月15火烧长安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元宵姑娘制作火神爱吃的团子，然后还要让众臣民送天灯供奉。这就是为什么元宵节也称作灯节。汉武帝听了之后就准奏，元宵姑娘也终于心愿达成，能够见到家人了。所以这个节日就一直传承到我们现今时代。元宵节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与家人团圆，一起坐下来吃元宵的日子啦。好了，终于摇好我的元宵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煮它吧。等那个水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滚好的元宵放下去啦。水烧开之后呢，转至中小火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元宵放下去。为了防止它裂开，所以我们才用中小火慢慢的煮它。好了，所以你看它们现在已经在水面上面浮来浮去了，就表示它已经煮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起锅。哒哒，热腾腾、新鲜出炉的元宵。元宵跟汤圆的口感其实还是有差别的，汤圆会比元宵弹牙，也会比较粘牙，但是全家一起摇元宵是很不错的欢聚活动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点去准备摇元宵吧。对了，如果你一不小心摇了太多的元宵，你可以用保鲜膜好好的包装起来，收入冷冻库里，改天直接拿出来热就行咯。今天的得空煮一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